9月鸡圈的旗舰大战可太热闹了。有的手机呢把药丸换成了刘海，有的手机呢把刘海换成了药丸，这波极限换家了属于是。时隔将近2年 ，Mate 系列终于更新了。一上手就感觉这代 Mate 手感还挺特别的，它直接把厚度整到了8.5毫米，还轻了一些。Mate 居然能这么轻薄，但是边框部分的过渡感觉有点生硬哦，原来是这个小角角这里有些凸起。外观还是延续了一贯的风格，一股脑的居中对称，正面这传感器也对称上。这样的设计，小伙伴们觉得怎么样呢？好不好看另说，确实是挺特别的。前些天我把小猪布带去咖啡店的时候，居然就被路人直接认出来，接着上手了。言语中透露着，4G 确实不行啊，但是它是华为没办法的语气，只能说这个辨识度是真的强。而且你说这背面是恶心别人呢？隔壁那才是真的恶心自己，对吧？不愧是2家国际大厂，所见略同哦。这次 Mate 50 Pro 的刘海其实非常浅，观感很窄，跟 iPhone 上的完全是2种风格。但相应的，它支持的功能也变少了，隔空手势和跟随人脸旋转屏幕的功能都没了。系统上最大的亮点无疑就是鸿蒙3啦，服务卡片、应用分类这些新特性其实还是挺实用的。通信协同可以把手机的通信能力，包括是电话、短信、网络这些都协同给平板。关键是据说会比热点省电很多，实用性很不错。现在 Mate 50 Pro 的5G 皮看样子也是板上钉钉了，有机会那不得整个鸿蒙5G 平板？还有这个文件中转站，可以直接选中图片和文字挂起来。需要的时候划出来，拖进去就可以直接用了。像我这种截图狂魔，平时图库里面乱成一坨，要在这样的一坨里面选中想要的图片发给不同的人，实在是太难了。现在的这个功能用起来就很 nice。Mate 50上现在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功能，卫星消息，能把手机和北斗卫星建立联系。现在我已经把手机带出来了，它没有插卡，肯定也没有信号的。那我现在打开这个卫星通信，在这里提前选好这个联系人，选中要发送的文字，转个圈，对准一下卫星。那你看现在发出去了，接收的手机就会收到一条带有精确位置和求助内容的短信，虽然是没有信号也可以用。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功能，包括隔壁的类似功能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有当然是好的，毕竟万一应急用上了，那可是救命的功能。但是拿来当一个大卖点，总觉得有点误导成分呢。它们并不能取代专业的卫星电话，只是一个应急备用功能。还是说说我自己实际用下来的体验吧。说句实话，有点卡。这次能用上8加，而不是之前传闻中的火龙剑1，我还是很惊喜的。毕竟这2块芯片，用过今年安卓旗舰的，懂的都懂。8加凉爽的不止一点点，但这些天我用的时候，感觉它的调教或者说是性能释放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。我只能理解为 Mate 50这颗8加有待优化了。如果是没有负载的场景，这个动画怎么说也是第1梯队的水平吧。但是比方说呢，刚才我玩了一会儿游戏，现在机子摸起来估计有个40来度。当然了，这个温度它其实不算很高，但是你看我现在打开几个常用的软件，你看肉眼可见的卡顿和掉帧，而且滑动的时候直接就缩到60帧了。聊华为的机子，拍照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。这次的感受呢，说实话有点意外，有点强，但不一定。这些天我把手机带在身边，拍了不少的照片。主摄传感器推测应该是766，但 RYYB。了解这个的小伙伴应该知道 ，RYYB 嘛，可以让夜景超级加倍，但总免不了有些偏色。其实 Mate 40的时候，那个色彩就相当好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用了，稍微没捡起来这门手艺啊。看一下这个薯条，是不是还挺正常的，挺有食欲的，对吧？然后美食模式激活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而且 RYYB 带来的一大弱点就是所见更非所得了，尤其是遇到红色和黄色的物体，在阅览框的时候和拍出来完全就是2个东西。所以这 RYYB 好不好，我不好说，但华为应该有自己的权衡吧。大部分时候白天发挥稳定，夜景还是华为一贯的风格，拉亮度、压高光、自动 HDR 效果很好。这次的主摄还搭载了一个黑科技，就是可变光圈。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新手机越来越难拍清楚进出的东西了？作为一个拥有3只喵喵的 UP，平时没事就喜欢拍猫。现在手机传感器是越卷越大，清晰是很清晰，但虚化又容易太过了，拍起猫来就很容易翻车，就像这样。
反而是一些小底的手机抓拍起来效果更好。但是你又要晚上拍得清楚，又要人家底小，这咋搞啊？其实缩光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这台机子和之前那个同样可变光圈的 Pro I 区别在哪里呢？首先，它的档位相当多，总共有10个档位可以选，而且更关键的是，它可以在自动模式里面自动调节。你看，几乎每10模式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缩到 F4，来保证前后都很清晰。白天又会开到 F2，保证边缘的画质。晚上它还会自动调到1.4，来提高进光量，提升画质。不过这次 Mate 50没上大底，这就挺遗憾的。毕竟如果底不大的话，本身的进光量它就有限，调节光圈对成片的收益也就没有那么大了。最近供应链大佬欧菲光也发布了可变光圈的摄像头模组，供应链技术终于成熟了，国产大底影像旗舰们赶快安排一下。超广角和长焦反倒是没有什么好聊的，普普通通，素质一般。长焦和 P50 Pro 差不多，但 RYYB 夜景基本到位了。不过毕竟只有90毫米，强行拉100倍真没必要。其实相比于这些传感器的一点点提升 ，HDR 图片反倒是更令我兴奋的功能。这么说吧 ，HDR 和非 HDR 照片那区别堪比康师傅的实物图和宣传图。而提升传感器带来的区别，最多就是加几个肉钉。HDR 显示带来的亮度细节是以往完全无法比拟的。我找了几张比较有代表性的图啊，你看看这张图，点开 HDR 照片，这个区别就明显了吧？10S Ultra 上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字，在 HDR 显示下，这个 Mate 50上这个针就有点亮的感觉了。再看这个灯的照片啊，打开这个 HDR 显示，你看它的亮部明显的闪了一下。现在再看图片里面灯的这个部分，就真的会有在现实里面看灯的那种感觉了。可能又有小伙伴会说了，影像再强不还是骚吗？那咱们接下来就聊点别的。Mate 50上的这颗短焦指纹位置低得离谱，还好机子本身不是很重，不然这样拿迟早要摔的。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呢，4G 确实对我来说是个痛点。我这边4G 网络质量不是很好，有时候会显示有信号，但加载不出来东西。在外面开4G 还行，回房间就得赶快连 WiFi， 不然有时候错过消息了都不知道。后摄这次倒是加了一些新功能，在主页面状态下，只要手机发现可以读取的2维码，敲击背面2下就可以直接扫。这个功能的关键并不是少了一步操作，而是终于不用选择应用了，它能自己识别2维码对应的 App， 微信呢就自动打开微信，支付宝的就自动打开支付宝。如果是网页的话，它还会自动开浏览器，这不比在副一屏里面挑半天方便多了。讲到这里，这台 Mate 50 Pro 上有趣的地方都差不多聊完了。总的来说，作为一台憋了2年的旗舰机，表现是比较一般的。虽然有不少新功能的加入，但确实也存在不少影响体验的槽点。这是一台我肯定不会推荐购买的手机。这几年对于华为来说确实很不容易 ，Mate 40系列变着法子做减法，出了不少的改款，看得出来供应和研发都遇到了不少的困难。以前 Mate 系列首发麒麟，基于新平台总是有让人能眼前一亮的特性。这次 Mate 50加入的这些功能，防摔、防没电、防没信号，很体贴，也确实很有用，但看起来就更像是在弥补硬件的不足。或许这次华为带的 Mate 50并不完美，但 Mate 系列存在的意义，或许就是它还存在这件事本身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